好，那我们最开始我们先请各位都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开发经历或者是创业经历，然后以及你们目前在 BSV 上做了哪一些应用和开发探索。好的，我先开始啊。我应该是一个互联网的老人了啊，可能是知道我的人，你的年龄就应该是不是太小了啊。我做了就是在互联网行业已经做了10几年了，然后相当于对于互联网的前前后后也非常了解。然后我们做浏览器也是互联网的一个基础设施啊。就是从比特币出现开始，我就很关注比特币，然后从BSV 分叉以后啊，我就感觉 BSV 这个真正的是在体现比特币的一些特点。然后在近半年以来，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这个 BSV 啊，它这个构架对未来的互联网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也非常认可 Dr. Craig 讲的是未来啊，比特币可能会使得互联网成为它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研究啊，我们怎么样啊去实现这个 vision？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互联网会变得更美好？就像刚才Dr. Craig 讲的，就是实现一个更加诚实的、也更诚信的，让我们可以感到自豪的这么一个社会。好，大家好，我是 Aaron。然后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来说，我做了一些觉得好玩的工具。自从2017年，自从2018年 SV 诞生之后，因为当时说到的愿景是实现09年中本聪的愿景，所以我就义无反顾、毫不等待的去看了一下 SV 的路线图。当你看完整个 SV 的路线图之后，他就让我根本就不应该去做更多的思考，去在 SV 上做一些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开发和尝试吧。然后我做了一些好玩的，然后贴近大家生活的工具，做了一个基于微信的机器人，然后在场的应该大家都用过，做了一个类似叫咖啡馆的一个项目，还有把中国3000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扔到了 SV 的链上。基本上都是满足一些自己好奇心的小尝试，谢谢。大家好，对，还没鼓掌呢。大家好，我是奥斯刘，我是一个 BSV 上的独立开发者。其实我接触比特币接触比较早，但是后来就一直觉得这是个改变世界的技术。但是你会发现09年这个比特币出现了。然后19年，我们的世界好像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了。然后你就看，像 GitHub 在找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早期的一些先行者们，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想在比特币上去实现。然后你就看到那些项目一般都在3、4、5、6年前就已经停止更新了，停止维护了。那为什么呢？那因为 BTC 没有提供这样的一种空间。然后，所以我因为机缘巧合，我一直支持大区块到现在。然后到 BSV 真正分叉出来的时候，真正去还原成原始协议的时候，我才得到有些问题才得到解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区块链技术应该有的样子，比特币应该有的样子。那为什么以前很多问题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发现，有了 BSV 之后，我们似乎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们能重新开始这些前辈们没有完成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去找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让大家能够重新开始，然后我自己也去尽量的贡献我的很微薄的力量，然后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发现，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带着一些改变世界的理想，顺便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成就你自己。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Weblog 的创始人万生。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了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在杭州的，有一些是在上海的。这叫我想起了前不久Liz发过的一篇帖子，他说目前在中国做 BSV 应用开发的团队有一个很典型的状况，就是说这个团队的人员结构一般是由3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就是说1到2个开发人员，
第二部分是几十到上百个产品经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一个创始人，一个苦逼的创始人，同时担负着客服和运营的职责。那么这个我觉得历史说的这个状况特别符合我们团队的现状。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全部都在这里了。首先你看我们的开发人员坐在那边的最后面，那两位是吧？一位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还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对吧？这是我们的开发人员，然后我们的产品经理全部都坐在这里，那么最后这个苦逼的创始人就在这里了，对吧？对。OK， 这就是我们团队的现状。好，大家能发现我们 BSV 项目的创始人就是又幽默，然后又充满着情怀。那接下来呢，我会定向着根据大家各自的情况，然后问一些问题。我想先问一下陈总，因为澳游浏览器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用的浏览器，哎呀，暴露年龄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开始用淘宝了。然后忽然发现那时候只有 IE 浏览器，每打开一个淘宝的页面都会跳出来一个新的页面。然后突然间我发现了澳游浏览器，它有这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多标签。多标签，对，我发现哎，淘宝的利器啊，这个导致我大学花了很多钱在淘宝上。然后相信澳游作为一个已经有将近10年历史的这个公司，然后一定在全球已经有过非常多的用户了吧？对，您现在澳游浏览器就是这么多年来的用户大概有多少？您统计过吗？最高的时候应该是有1000万以上的，现在应该也是在100万级的一个用户啊。然后您刚才说，您其实对比特币还有区块链技术的关注已经有很多年了，挺多年了，对，那您是为什么就是多看了 BSV 一眼，或者多看了很多眼呢？其实刚才奥斯流讲的，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想着在这个比特币这套思路下面，是不是能做一些更多的事情，但是在 BSV 出现之前，我觉得都很难做，因为很多基础设施不完善，然后好像大家也就关注在币价炒币这么点事儿上。然后 BSV 出现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慢慢发生变化啊。社区里面的很多大神啊，也做了很多这个基础的一些技术的框架。然后那本身这个 BSV 这条链呢，它也是在朝着这个让应用更加的容易研发的这个方向来前进的。所以我觉得从 BSV 出来以后，我们就感觉，哎，也许我们可以在 BSV 上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一些事情。好，那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 Aaron， 因为Aaron 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因为 Aaron 真的开发了非常多的小工具以及一些小应用。然后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开发这些一个个的小应用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或者开发历程吗？就像万生说的，心路历程肯定是很苦的了，因为写代码这种工作毕竟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然后像陈总说的，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择在 SV 上开发这种东西？从一个就是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应用的底层在不断的改变的话，你的协议在不断改变的话，这个东西是很扯的一件事情。如果底层协议变了，你的应用就必须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不然你的应用就会挂掉。所以当时SV 的这个包括 slogan， 包括它的思想，这个就是我们要锁定这个底层的协议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在相应的了解完SV 的这个发展路线之后，决定来做一些能让很多普通人在没有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概念的情况下，能用上相应的技术产品吧，就这个意思。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如果什么时候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的那一辈人能无缝的用上比特币 SV 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成了，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想法吧。OK。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一鸣先生，因为我知道你的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在移动安全领域，然后平时也会跟很多的大型的企业以及政府机构会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范围之内进行一些这个培训啊，或者是一些技术交流，所以我想问一下，就你在自己目前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对于区块链的这个重视？好，其实呢，我作为移动安全的相关的安全上面的这样的从业人员呢，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机会，我有幸参与过就是国税总局的对于腾讯的那个税链等等的一些的安全评估。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对于区块链的关注其实是很早的，而且确实有人在做事情。就像腾讯、阿里他们的视野其实是相当的早的，他们的那些区块链的解决方案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尽管说我们都认为他们的联盟链并不是真正的区块链，但是呢，他们也确实具有了一些区块链的特性。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行业在迅速的在学习、在迭代，然后在解决方案的竞争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处于一个最开始的一些技术的一些 demo 的出现的一些基础组件的一些开发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这个解决方案这件事情上，中国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了，甚至包括最近有很多人关注这区块链的这个事情，来问这区块链的事情。其实你去给他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说这些可审计性或者说是透明性这些东西都已经很多人都在找他们说过了，有没有是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发现中国也是在不断的寻求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那我觉得真正的区块链的这些技术实际上是在快速发展的，这是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区块链的一个现状。它表面上看上去很多的联盟链仅仅是说是一个数据库，然后它用了一些区块链技术做成了一个分布式，但实际上真正的区块链的一些技术的萌芽，并不仅仅是在我们，而是在很多地方其实也都有这样的思想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竞争可能会来得比我们更加早一些，想象的更加早一些。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WeBlock 的万生，因为你们的项目你们的应用其实已经上线了4个多月了，然后有了一些用户，然后产品也有了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迭代。据我所知，你们的那个2位开发者其实是第一次在区块链上开发区块链类的应用产品，是吧？没错。所以你能代表他们说一下，就是认为在区块链上开发应用以及跟传统这种互联网应用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们 WeBlock 这个产品是在8月28号上线的。在此之前，我们开发时间大概用了1个多月。在开发 WeBlock 这个产品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区块链产品开发的经验，但是我们仅仅花了1个月就把产品做出来了。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产品上线之后跟我们询问，说这个区块链产品到底要怎么做？他们觉得很神秘，觉得这个门槛很高，觉得有很多他们就是完全没法下手的地方。那以我们 WeBlock 的产品开发经验来说，我可以今天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开发区块链产品和开发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区别并不是很大，它的门槛并不是很高。只要你有能力或者有开发过传统互联网产品的经验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区块链产品的开发，尤其是 BSV 上的开发。这方面呢，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非常乐意把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积累和大家分享。那么回到刚才那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开发区块链产品和开发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在说区别之前，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说区块链产品和
传统的互联网产品，他们都是软件产品，那么他们都是遵循同样的产品开发方式和项目管理的方式，这些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么区别在于呢，就是说你做区块链产品的时候，要多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使用比特币的支付，第2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把一些内容存储在区块链上，就这2个东西，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做的话，尽管可以大胆的尝试。说到我可以把这个比特币支付的这一部分说的多一点啊，因为很多人可能有一种概念，或者说是有一种迷惑的地方，他觉得区块链底层的技术，很多，他要把那些全部搞懂之后，才能来进行开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打点钱包和泽明大哥的，有 Money Button 和泽明大哥的打点钱包提供的开放接口，这2个工具可以说能帮助你以最小的代价来进行区块链的开发。具体的细节可以线下再讨论，这里就不展开了。好，谢谢万生的回答。这一看就是一个不是亲自敲代码做开发的人说出的比较轻松的话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可能有台上的一些反对的意见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开发了非常非常多工具以及产品的 Aaron 来分享一下你做BSV 链上开发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和你认为现在的挑战。好的，那就像万生说的，他说的比较上层、比较高端一点，我说的都是比较实际的一点，就比较接近程序员一点的东西。然后现在有很多就是懂技术或者会开发的朋友就会想尝试，因为国家也推了区块链的这个就是关注区块链发展的这些相关的政策，然后很多技术人员都会去想，我怎么样能融入到这个比特币相关的开发中来？因为区块链技术看起来是非常高大上的一种技术，从 SV 的现在的生态来讲，是对开发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有非常多的开发生态中有非常多的类库，有非常多的有前人给你写好的一些底层的平台。就像刚才万成说的，我们有 Money Button 这个平台，也有哲明大哥他们开发的那个大链钱包的开放平台。如果你想快速的上手来开始开发一个基于 Bitcoin SV 的这么样一个应用，是对你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样，这是好，这是优点的一块。同样，缺点的一块就是，如果大家只是一个尝试，或者说只是想做一个工具类，就是试错类的一个 app 出来的话，是很方便的。但是我说的是现阶段哈，当你想去做一点并发或者是数据量大了之后，你要考虑各种用户不同的行为的时候，现有的一些API 或者是平台的我来怎么表达，就是并发性或者说它的容错性或者它的稳定性，还是需要去不断的打磨的。这个就是刚才 Fastplay Button 的那个邱总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还处在我们刚建设了1年，对吧？刚建设了1年，所以我们还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优质的工具和底层的类库来方便各种各样的开发者的需求。同样，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以后可以被克服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开始的开发者，你一定要尝试一下哲明他们的开放平台，真的非常好用。真的非常好用，我自己用了一下，真的是他们的技术真的是7乘24小时为您服务，所以你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谢谢。好了，还帮台下的演讲嘉宾做了个广告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就定向的投给这个陈总了，因为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我说过，我们比特币协会其实是非常的欢迎这种企业级的商业应用能够尝试或者是开始在 BSV 的链上做一些真实的落地的商业应用，所以我相信您既然能在这个舞台上，一定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何将澳游浏览器或者是您公司团队以及产品与 BSV 做一些结合，能透露一些吗？可以，我谈一下一些想法。就是，首先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BSV， 甚至说区块链方面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澳游来讲，我们一贯以来，
我们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去专注这个技术底层的公司，我们是一个专注用户体验的公司。然后我觉得区块链领域太缺乏一个好的用户体验的一个产品，来去让更多的用户来使用它。现在这个虽然大家都很热情，都是很忠实的粉丝，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现在的社区，甚至整个加密货币的社区，其实都人还是很少的，还是非常少的啊。那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也是想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人、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这个区块链，能用到BSV 的这些技术这些产品，打造出很好的产品。所以这部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边可以出一份力量把这个用户体验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创新做到一些让用户更易于接受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是有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也想不断的在尝试把这个更多的用户带到我们这个社区里。您说的这个我非常有体验啊，因为很多这 BSV 这个开发者，他们先开发出一个小产品之后，都会先来找我，然后说，哎，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做的怎么样？我这一看，这是一个初级品，可能都算不上吧。对，这个 Aaron 就经常 deliver 这样子的工具，然后呢，但是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你看我们台上可能就有2位独立开发者，他们其实每一个开发人员是有自己的一个专长领域的，但是像陈总您的公司是有几十人的这种开发团队，然后呢，这种尤其是有超过10年的这种成熟产品的这个开发经验，所以如果是能够快速的有一些特别好用户体验、看起来非常成熟的产品出现在 BSV 的这个应用领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计划吧，我们下一个大的升级，Auth浏览器，它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首个支持区块链的浏览器。谢谢。对，然后说到这个，刚才刘一鸣先生提到了，你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经常跟一些大型的企业以及政府机构会打一些交道，对吧？那你如何看待就是BSV 在企业中有多大的这个机遇呢？好的，其实我觉得BSV 真正要能够落地到企业之中，我们应该要2件事情的转变，或者说有2件事情要开始去做了。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应该忘掉 BTC 了，就是我们 BTC 现在已经是种中枯骨这件事情。鼓掌。对，然后我们应该真正的把 BSV 作为一种区块链的基础设施，然后用各种现在尚未成熟但在成熟过程中的组件去打磨，去形成一种解决方案。那这种解决方案或许是针对行业的，或许是针对不同的个人开发者，或者各种各样的功能，解决方案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你如果说作为一个开发者，你去搭建一个网站，或者说是一个 APP 的后台，那么你需要自己去了解背后的技术吗？你并不需要。你用的是，比如说像 Tomcat， 比如说像一些成熟的一些中间件，还有你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做一些简单的设计，你就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跑起来。那为什么能够跑起来？是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是比较成熟的，并且各种组件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你能够专注到用户体验上，你能够专注到你的商业模式上去竞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落地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接下来的时候把工作放到一定的解决方案上。我们不但要开发我们成熟的组件，我们也要想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技术去落地，然后我们怎么样能给行业提供一个可以很简单的去部署的一种上链的一套方案，一套解决方案。那所以你认为其实是针对于某一个商业领域或者是一个产业的这个场景，要快速的生成一些解决方案，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就是更快速的能够应用上 BSV 的链，对吗？是的，并且除了解决方案之外，还要熟悉解决方案的这些人。
所以需要更多的 builder 来参与到这个生态中，对吧？是的。行，那我们这一场圆桌，我们再给各位嘉宾，然后最后一轮发言的机会。我希望就是你们抛开掉今天的主题，就只想想你们心目中的 BSV， 想想你们心目中的比特币，你们想跟今天在场的这些嘉宾有哪一些分享？首先我觉得我对这个 BSV 感触最深的，不是说这个 BSV 作为一个币，它能这个币多好多好，然后价格能怎么涨，或者说有哪些 feature。其实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个 Dr. Craig 的一句话，他说，比特币是来打造一个诚实的社会。我这个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希望去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原因。问题是我心中的这个比特币，对吧？我想说的是，现在的 Bitcoin SV 就是我心中真正的比特币的样子，所以我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比特币的开发当中来。我说的是 Bitcoin SV， 就像刚才 Jimmy 说的 ，It's time to build。所以不仅是我们台上的这些人，也需要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想开发基于 Bitcoin SV 的项目的话，一定要去拿起你手中的电脑，赶紧去尝试写一段代码，然后去做出一个让你自己满意、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小 app 出来，然后你就会停不下来，一直在不断开发下一个工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谢谢。我想真正的比特币其实就是我们的 BSV， 但是我呢想给大家泼一点凉水。但是真正的比特币的账本，它不一定就是我们的 BSV。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竞争，它不仅仅是和山寨币的竞争，而是在抢占比特币应用的或者说区块链应用的生态位。那么像很多的联盟链，虽然他们是联盟链，他们的技术还比较，我们认为它不是真正的比特币，但是呢，他们如果有一天他们用比特币的技术，同样的技术的结构，把他们自己做成公链化，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就变成了真正的比特币呢？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真正的比特币一定会出现。那不管我们做还是不做，一定会有人做出这件事情，而且一定会是就像我们 BSV 现在的这样的结构，这是一个理想的比特币的一个结构。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它可能不是 BSV。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战争在于，或者说我们的市场竞争在于是账本的竞争。真正的比特币的技术一定会出现，但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做开发，然后使这真正的比特币是我们这个账本的一个延续。好。BTC 的文化叫做购买并持有，对吧？然后静待着升值，它其实是一个传销。而 BSV 它的哲学是使用并赚取，对吧？我之所以加入 BSV 的开发，就是因为认同这个愿景。那么我个人就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一起来做 BSV 的开发，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应用，这样也符合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我们是期望比特币在使用中能够让价值得到展现。就这样啦。好，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4位嘉宾，非常感谢参与我们今天的圆桌。